而且更加生动和形象。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啊，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有诸内者，必形于诸外"啊，意思是身体内部有什么问题，必然会在我们外部的形态上所表现出来。比如说肝脏，由于其是将军之官，谋略出焉，我们将军是统帅的地位，以及肝主藏血，主疏泄的核心功能，它的状态可以说是我们内部循环环境的最集中、最敏感的晴雨表。这张晴雨表呢，最直观的读数就显示在我们的脸上。所以肝脏干净则脸自净啊，肝衰脸先衰，这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贯穿我们古今的养生智慧。听到这里啊，我相信我们很多朋友已经忍不住想要找面镜子，仔细端详一下自己的脸了。因为我们的脸啊，可能正在无形的向我们传递着肝脏发出的求救信号。那么尹医生，结合您几十年的临床观察，当肝脏功能出现不同层面的失调时，在我们的面容上通常会呈现出哪些有规律可循的警报信号？今天啊，您能不能为我们一一拆解，让我们学会察言观肝，好不好？可以的。我们今天呢，其实主要就是讲解一下肝脏的功能的一个失调啊，以及失调之后呢出现的问题。我们中医认为主要分为几种常见的类型啊，每一种类型呢都会在面部所刻画下独特的印记，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是肝脏发出来的加密电报。今天呢，我们就来破译一下这些密码啊。第一种警报的型号呢是肝气郁结型，比如说我们的地图斑与乌云脸。肝气郁结这个词儿听着就有点闷，它对应的这个脸啊，是不是也给人一种憋着气的感觉啊？非常准确。这种类型呢，其实根源在于肝脏的疏泄、交通指挥的功能失常呢，长期的情绪压力以及紧张焦虑、爱生闷气，就像给城市的交通指挥中心持续的输入混乱这样的一个指令，导致全程的气的疏通严重堵塞，形成郁结。我们面部特征的一个破译斑就像地图一样。脸上呢最容易出现黄褐斑，且分布非常有特点，它常常像一只展开翅膀的蝴蝶，对称的分布在两侧的颧骨、鼻梁这样一个区域。我们医学上呢称之为是蝴蝶斑。这种斑的颜色不是固定的，它会随着你的情绪和起伏而深刻变化。心情好的时候呢会淡一点，但是一生气我们一熬夜，颜色呢立刻就会加深，这就是气血导致的一个血瘀。我们中医认为气血中的垃圾沉淀在皮肤这个低洼地所形成的。面对乌云这张脸缺乏明亮的光泽，不是黑而是一种晦暗，就像是一层薄薄的灰蒙笼罩的色调，看起来总是愁云惨淡，没有阳光感这其实也是眼神的一个密码。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这类朋友们的眼神常常呢是缺乏神采就是精神气非常差，甚至呢带有一丝丝不自觉的紧张焦虑或是忧郁。因为肝开窍于目肝气郁结，神光就不能充分外现，伴随全身的信号比如说我们除了脸，还会说胸闷或是胸胁出现胀闷感口气堵着。女性朋友呢，月经的前期还会出现这个乳房的一个胀痛甚至呢是不舒感非常明显，喜欢长叹气，叹一口气呢才感觉舒服咽喉部呢也有异物感常咳不出来，咽不下去。我们中医呢也称之为是梅核气。来，
那我们大家一起对照刚才尹医生的描述啊，在心里给自己或者家人来做一个初步的画像。如果您发现脸上的斑是对称长的，情绪差呢，斑的颜色就变深了，脸色总是像阴天没有太阳，同时呢，感觉自己爱生气，胸口堵，月经前乳房疼，那么您接收到的很可能就是肝脏发出的肝气郁结型警报。这个警报呀是在说，哎呀，我肝脏我的指挥交通系统瘫痪了，全身大堵车，气血里的情绪垃圾已经都堆到脸上来了。这种类型呢，听名字就感觉是资源匮乏了。它和我们常说的贫血、气血虚是不是关系很大呀，尹医生？是的。好，那尹医生能不能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其他的内容呢？可以的。就是第二点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助排毒，给肝脏呢彻底请来清洁工的队伍比如说绿色的蔬菜啊，我们的清扫班，我们认为青色是入肝经。深绿色的蔬菜，比如说西兰花、菠菜、油菜、芹菜以及茼蒿等，富含叶绿素、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叶绿素被誉为植物的血液其分子结构呢与人体的血红素有相似性也有很好的净化血液的作用。它们就像是深入城市街道的清洁工，带走了我们的毒素。然后呢是优质蛋白这样一个修复队伍因为我们肝脏呢在自我修复的过程中会合成各种各样的解毒酶都需要去用优质的蛋白作为原料。比如说我们的鸡蛋、牛奶、豆腐、鱼虾、去皮的鸡胸肉，这些呢都属于优质蛋白，就是给肝脏化工厂、维修设备补充我们的技术工种的优质建材以及精兵强将。我们中医认为苦性的食物是消防队，适度的苦味，比如说我们的苦瓜、我们的莲子心我们的菊花和蒲公英，当然这些都需要适量去喝有清泻肝火、利胆的一个作用当你有湿热、口苦、长痘的时候呢，就说明是一个上火的迹象，我们就可以用专业的消防队去帮助扑灭肝经的小火苗当然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注意点，就是体质虚寒的观众朋友们是不宜多吃的。尹医生，您刚才分享的太好了，也非常的生动和形象哈。所以呢，那在这里总结一下，助排毒呢，总共咱们有3支队伍。绿色蔬菜当保洁，优质蛋白当维修工，苦味食物当消防员，合理安排他们上岗，肝脏这个大工厂就干净又高效，对吧？是这样子的。主持人的总结也是非常好。我们第3条呢是补能量，就是给肝脏补充营养的加油站比如说我们的红色燃料养肝血，中医认为红枣、枸杞、桂圆，动物的肝脏可以适量少吃一点这些食物呢都富含有铁、维生素等造血的营养物质，直接呢会补充我们的肝血仓库尤其是肝血不足型的观众朋友们。黑色是根基，是滋肾阴比如说我们的黑芝麻、黑豆黑米以及桑葚。中医认为肝脏和肾脏是肝肾同源，精血互生补肾就是间接的深层的补肝，这好比给城市增加了一个稳定的地下水库和能源储备场所以呢这一点也是尤为的一个关键。尹医生，您刚才说的非常好。那刚才聊到了黑色，还有没有其他颜色的来给我们补充一下呢？也有，比如说我们的黄色我们称之为是后勤部队因为黄色中医认为是入我们的脾胃经健脾胃，比如说小米南瓜、山药红薯。脾胃是气血生化的源头，也是中医认为后天的一个根本我们把脾胃这个粮草官养好，才能为肝脏持续的提供优质的原料，这是开源的根本。刚才听尹医生讲完了以后我发现养肝的饮食呢，其实就是一顿
五彩智慧餐，是这样子的。那我们餐桌上呢，首先要有绿色的蔬菜，它起到的是清扫的作用，和白色的蛋白起到的是修复的作用，以及红色、黑色的滋养品是补血益精，同时呢，加黄色的主食巩固后勤，减少那些无色的酒精和过度的油荤。这样吃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均衡膳食吗？对吧？是这样子的。那原来啊，其实我们最朴素的道理就是最顶级的养肝智慧。是，正是如此。我们接下来呢，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些可以常吃啊，我们比如说养肝的基础粥，这些方法呢既实用啊又简单。它能够融合我们上述多种的一个思路。比如说枸杞、红枣、山药小米粥啊，我们准备的材料是小米啊，一般是50克，就健脾啊养胃，因为黄色是主管后勤啊。山药一小段，大概的话有5到60克都是可以的。我们认为山药可以健脾啊益肾，红枣用5克，我们中医认为啊可以补血啊，枸杞10粒啊能够滋补肝肾。做法呢是首先把小米洗净啊，山药去皮切成小块，红枣去核，所有的材料一起呢放入锅中，然后加入适量的水，大火烧开之后呢，我们小火慢动啊，40分钟左右，这时候呢就可以了。最后5分钟呢，我们可以加入枸杞啊。这碗粥的功效呢都非常的好，比如说小米和山药巩固了我们的脾胃。安定了我们的后勤部。红枣和枸杞呢，滋养了肝血啊，增加了我们的燃料。性质呢也是非常的平和，几乎适合所有人作为日常的一个调养啊，尤其适合面色萎黄、精力不济的朋友们。我们第2根顶梁柱呢是绵养，就是抓住肝修的黄金窗口。比如说我们的睡眠要睡对胜过吃补药。是这样子的。